因为我从小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长大，对我从小在娱乐圈长大，所以再复杂的人我都见过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变复杂，我觉得他们很恐怖，对，人很恐怖的，真的，这很难做到啊。对我，刚刚说的。人变复杂，非常不是个好事情。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要面对这个复杂的这事儿。你自己遇到那种复杂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你要扛得住。对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。如果扛不住的话呢，那你别混这个圈子，对吧？我教你们该怎么爬，一下子就可以爬到这儿。Hello， Hello，康定情歌，你可以教我唱吗？可以啊。我听过，我没唱过，好吗？啊，第一句怎么唱？好马溜溜的山上，长上。错了。好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晨哟。刚刚好像说你学会了。没事，我约定他们了，1年后我再来，我就学会了。可以，走走。走吧。爱情是什么样的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而在康定，人们也有他们的答案。上宿舍啊？ Hello，哎呦，我向左你好，你还给我电话，送给我了，我还给你吧。哦，这座被歌里带去全宇宙的小城，有自由的山，自由的云，云下面有自由的张大哥和李大姐。爱情是溜溜的，在我们家乡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词：小鸟爱上了柳树，柳树爱上了小鸟，彼此情投意合，雄鹰无机可乘。几百年来，礼堂的人们就唱着这样的歌，爱上了对方。也许小鸟和柳树还不够了解对方，但还有的是时间。像向佐哥说的，两人相爱，就是遇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，见到自己的另外一面。木格措，传说很久以前，英勇善事的扎西爱上了美丽的卓玛，两人私奔到此隐居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与雪山、森林、湖泊相依。你相信我的技术吗？相信。这个关键它是看那下面的那个湖，对。哥，你发给谁呀？录这个？等一下给家人发吧，孩子啊，老婆啊。真好。
哦，这里是好漂亮，对啊，水好好。哇，那住在这儿吧。我挺喜欢自然的地方。扎西和卓玛当时真的怎么想，我们无法知道。不过来到这样的湖边，每个人都会产生与爱人相守终生的心愿吧。哥，你怎么求婚的？我在个酒店里面求婚，所以就比较都市化。当时你什么心情？最难忘的是啥呀？我怕他拒绝。那如果他拒绝了你咋办呢？没事，我会继续求，好，求到成功为止。那想问一下，你求婚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？肯定是你可以嫁给我吗？那个你如何看待爱情？这爱情就当然跟老婆很重要，就我蛮珍惜现在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的感情。我感觉也是回到爱情的时候，跟老婆那个不一样，就很不一样的开心。你被需要的那种感觉，你更不一样。我上次是跟我女儿说我爱你，对，孩子们也需要爱，然后我不是天天在他们身边，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很快也做到在他们身边待着。其实就待着就挺好的。我父母也会给到我很难忘的时刻。我也希望给到我孩子，比如去像你这样的去雪山，我也想，我已经带过我女儿去雪山。哇，对，因为在我人生中，我很喜欢的运动，我很爱这些运动，我希望他也会喜欢。你呢？先学会爱自己吧，然后就慢慢去学爱别人。其实我们藏族和那个内地人就爱的表达方式就不一样。对，藏族的话就几乎都是，比如说你的爱人也好，你的父母也好，你的儿女也好，不会去跟他说那种很暧昧的那种话，比如说哦我爱你，宝贝，我爱你，怎么样，不会去说。但是我会就那种内心就不管去哪都有他们，然后就会给他们报平安呀，然后就会给自己家里的人父母也好，爱人也好，给他们回去就带礼物呀这种，放在心里，但是不会去说出来那种很暧昧的那种话。嗨，来，哇，谢谢，向左，大家好，第一次来康定，欢迎来叫康定。丁真，是礼堂的。我摘过花椒。4、5年前，我在西藏一起在跟我一位比较老的朋友。我当过兵，我没当过，我是警校生。那我有没事。我打过酥油茶，就是我们现在喝的酥油茶。我挤过牛奶。那太简单了吧？我比较喜欢原始的地方，我也喜欢喝牛奶，我也会很挤。小时候跟牛一起睡过，我也睡过。我小时候骑过猪。你骑过？不是真的坐过？我还真没骑过呀。我看都玩过，我还真没骑过。我爬过雪山。我留过长发。我留过这么长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去
跳舞，然后就跳那个对唱，然后就会留那种卷发、长发，然后就把它卷一点。我为了一部戏，然后就说这个手指大家见过吗？这部戏吗？就是这部戏，我为了门前宝地就说，那这是我第一次当制片人，然后说许了个愿，就希望他有好成绩，希望他上映前我都不会剪头发。结果2年多3年都没有上映，所以我就2年多没有剪头发，结果头发就留长了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留长发，挺开心的。我应该从那么高应该滚下来过吧，因为我滑雪，然后这失误嘛，然后就滚了2分钟没停过，我以为我走了都，我真的不停，然后最后我用下巴来把自己喊停，所有手啥东西都掉了。我救过人，我也救过啊，我也救过。是啊。出差的路上有一个车翻在那儿，然后就我们帮他把他的车拉过来，然后就把里面的人拉出来。我救我弟弟就救不少次了，对。对，然后除了我弟弟，因为我游泳以前游过香港队，然后我学救人已经学了2年多了。我学做过银饰，我也没做过。我也没做过。我已经没了。Destiny。我们2个认识的话是在我那个发小结婚，然后我是伴郎，他是伴娘，后面我们就聊起来，聊了差不多有1个月，然后我就约他到康定城里面去转，谈到他心里还是暖洋洋的，算是一见钟情。我跟老婆其实蛮算的，其实对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，我是，对，我不能说她。我夫人是我心目中的大美女。我们有2个孩子，我女儿也是我最好宝贝了，我儿子就像跟她很像，跟碧婷很像。我们有个家4口，很开心，对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没想过结婚，然后但是当遇到你之后，我这辈子只想娶你，所以你能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你们在中间。谢谢。3、2、1，拿出来看。其实藏地还有一个传说，过去的藏族人出行都会带着专属自己的木碗，很多人一辈子就用一个碗，所以我们在诗里把心上人比作木碗。这句看起来多么简单的比喻，却是大部分人对爱情的憧憬，彼此就是真实的生活必不可缺的东西。你就是我的木碗。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端端溜溜的招在康定溜溜的城哟。月亮的溜溜弯哟弯，康定溜溜的城哟。而康定也有自己的另一面，除了浪漫的城市和湖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康定也有广阔的牧区。张家的溜溜大哟过，看上了。这也好舒服。然后就是那个是贡嘎雪山，然后那后面就是雅拉雪山。在那里，月亮也高高的照在雅拉雪山和贡嘎雪山之上。
人才的66后，咋到的呀我路走，还有那呀呀，唱吧，该你唱了。哥，你觉得这个风景怎么样？这个场景，好美啊！夜夜漫呀没人有过，有多么久了。我是个很宅男的，不太喜欢人群里，我喜欢去自己冒险探索那些，也会探索到自己另外一面了，对啊。拍戏啊，跟综艺节目是很小一部分的自己的，人生很长，经历多一点东西。我觉得你跟小孩在一起，你总不能天天这样嘛，对吧？肯定是有爸爸的样子啊，有老公的样子，然后就像我刚刚跟你说，我还没遇到他们，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大自然啊，或者在雪山山顶，或者在这里，就是我喜欢那种比较原始的生活，我也希望他们去看看。带起来嘞！是的嘞。你得试一下呗，哥。嗯，好。对，你可以试一下。不这话。没奶。反正怎么着。你觉得所有的感情里面，就是最珍贵的是啥呢？我觉得亲人的感情跟当然是很重要，但有些没有血脉关系，但是默默的看着对方，默默的帮着对方，然后也不一定很多人知道，然后这种关系我觉得很重要。我觉得所有感情里面，就是第一位是家人吧，背后支持你的人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相似的地方比较多吧，因为我也是爱人，然后我也喜欢在家，我也喜欢去冒险。最近这几年有了孩子就比较多在城市，下次我把孩子带过来。可以。草地上的生活是艰苦的，但到了夜晚，
草原又会属于音乐家。情歌唱到这里，爱情也好，亲情友谊也好，一切对情歌的灵感，其实歌颂的都是人类的真情。人们想要照耀，想要守护他人的心愿，向左歌有他想要照耀的人，有他想照顾的人。送给我老婆孩子。送给自己，我才是那个世界上最爱自己的那个人。我觉得哪有所谓的成长复杂，复杂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从小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长大，人变复杂非常不是个好事情。对，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要面对这个复杂的这个事。你自己遇到那种复杂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你要扛得住。对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。如果扛不住的话呢，那你别混这个圈子，对吧？对。末石公园，有人说这里像异世界，便来这里拍摄月球表面的照片。但这些看起来像是外星球的泥土，却是我们构建家的材料。刚火不久的时候，我也曾一个人来这里散过心。我火了没多久吧，然后就大概五六年前3年前左右吧。3年前，然后就感觉做啥的自己都是很紧张、很紧绷。然后就自己出来玩了一下，转了一圈。哎，你们家里就是一定需要这种东西吗？每个村子、每个县的生活方式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村的话，就属于牧民吧。用最多的就是那种黄色的土，然后就石头搭建成那种房子。对。其实我的家在香港，我不喜欢太华丽啊，干嘛？我喜欢干干净净，一个我自己安静的地方。来。在
在道府的青稞田上，伫立有许多高大的城堡，这就是著名的道府民居。人们背着这么重的土，走上这么高的屋顶，夯得无比结实，把祈祷夯进土里。这里多雨，房子不能就放着不管，每个人的家都需要不断的保护，而在这修房子也是全家人最重要的事情。祖父存下木柱，父亲建起框架，孩子们雕刻和彩绘。一栋房屋需要几十年时间的不断劳动，和人一起长大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道府人发现只有榫卯的木结构最稳定，最能保护家人。因此，人们是在大地上为全家人建造一座庇护所。就算时光流转，大地改变样貌，家承受着压力，也不会倒下。在这里，这到哪？可以直接到这里。2年到一次，有2年有一次不到了就又顺冲去走。看天气吧，是不是？看天气，看天气。如果夏天下雨多的话，就会1年1次，对吧？对。如果夏天下雨不多的话，就会2年。大半年2年，到底你铺厚一点，2年就够了。对。小来呀，木小来呀，小来呀，木小呀，咱那小来呀，木小来呀。哎，你有什么事情1年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？几乎都是过年的时候就会。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。我也是过年，那刚好今年我很幸福，我生日他们聚在一个地方，我们一起过了个生日，还挺开心。那很幸福啊。对。你家平时是怎么样子？每个县的，搭建房子也好，都不一样，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我们那的话就是全是白色的那种石头，然后就砌的那种墙，然后就里面也是挺舒服的，因为你家嘛，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都关系也挺好。我们平时会有一个群，然后就那里面平时见不到嘛，但是会自己在干嘛，在那群里聊天啊，发一些照片那种，也挺幸福的。这样一栋巨大、内部却如鲜花一样盛开的房子，是一个工匠和一个家长最好的终身成就。我是16岁就开始做木工，绘画、雕刻，在搞古建筑。13岁就开始画画，学画画然后就15岁的时候就雕龙珠，那是生态公园纪念它有4根龙珠都是他雕的。你看啊，这是像这个啊，大一下，大。这大了以后，这边又转过来。你像这个的话，慢慢的转一点点，那个稍微旋转一点点啊，它就跟着你就有幅度了啊。幅度慢慢的这个，平着敲，手要往这边一边转，往这边，手这个，打平一点，
这个树是一个桃树，然后就他们合作一起，然后就把那个桃子摘下来，然后一起吃。这幅画的意喻就是和谐。哇哦！哇！这房子好，他们的房子就很酷，对，很华丽。在道府的葬房里，雕刻着古老的寓言。和睦寺瑞中的4个动物，它们相依而生，寓意着一个家的圆满与扶持。而我想，道府的房子也正是在彼此支撑中生长起来的。哇，怎么样？这里好。道府的这个房子的话，就会一代一代修啊，比如说，就是越来越精致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这一代修一半，然后就你的孩子他们那一代就再修一半，然后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，然后就会变成这样。因为平时我们的话就会修房子呀那种就会1、2年就能搞定嘛，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。你看这些做色，这些都是比较我们当地的比较传统的做法。对对对，跟很多地方的做法都不一样。那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房间呢，为什么整个房子都要那么的装潢啊，那么的好看、华丽？本来我父亲就是做这一行的设计，在当地来说的话，做这个木建筑也好，包括设计也好，都是佼佼者。然后我是他儿子，然后我们俩的话，父亲也有他的想法，他在他这个时间，他要做个他的作品出来，一是他的作品，二是自己家的话，给个自己最好的那种感觉嘛，然后尽量做到最好。这个房子已经修了20多年了。20多年，这个地方还没得房子，我们这第一家修的，全是手工交给我们2爷子。哇，在这个房子你们父子俩一起修的，那你在这里面最满意的一个部分是哪里呢？都是付出了心血和汗水，然后雕刻啊之类初次做完的时候，完成，父亲达到满足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最高兴的。这个房子的构造的话，就是以前我们藏区的话，比如说没有电那些的时候，这个天井它就专门用来采光。它的话以前没有电，它里面不是很黑嘛，然后这个光就直接射进来，射到楼下，然后这就起了个采光作用。现在的话有电灯，有什么灯的等等的时候就很方便。现在很多人就不愿意做这样。我们是因为是牧民嘛，然后就会。一家人都会睡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没有什么自己的房间呀那种。我们这儿牧区上也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那我们这农区的话，我们就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固定的话就是2楼，比如说这边是父母住的，然后小孩住的，然后经堂啊那些，分开的厨房啊之类的分了的。他说这么大一个房子，有那个院落，有草坪啊，没车，他们小孩就把车放在这里面了。一家人和和满满的在一起是最开心的。清风吹进厨房，香味飘出去。柱子在承重，匠人们在雕刻木头，阿姐在雕刻饼子。
饼子的样子和我们的房梁是一样的图案。这种花木木也被称为我们的月饼，代表着屋顶下家人们的团聚。向佐哥说，他的女儿就是中秋节出生的，而他其实非常喜欢做面食。哥，你最喜欢的传统食物是啥？叉烧吧，叉烧。特别爱，我到现在都可以，就只叫一盘叉烧就可以拌饭吃。那你呢？你呢，弟弟？藏餐吧。就其实你跟我一样，都喜欢吃家常菜，对吧？藏餐里的话就包子，对，还有那个人参果，然后就拌酥油。这两天有机会你请我吃一下，下次你去香港，我带你去吃叉烧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好。这好香。这个是按白吗？很香的。对。来，谢谢。这是他自己的，这我自己的。你一定要记得，这是你的。等一下，这两个都是我的。对对。那我带走打包。对，放心。对，打包，然后路上吃，饿了就可以吃。哥，你认为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跟家人们就比较轻松的在一起，有个心目中的房子想要盖，因为现在有块地还没盖。那个地你想盖一个什么样的房？因为我老婆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她已经想好了。我说，就留一个房给我做一个特殊的房间，就像刚刚那种房。你自己工作室？对。你呢？如果你会有你的理想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？我理想的生活的状态就是开心吧。主要是自己和家人开心，然后就这一生就健康的、平安的过下去。对，年轻嘛，然后就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想法，因为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。你今年几岁？24。24 ，OK。到时候我到34的时候然后就跟你说。对啊，你34肯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对，然后我就跟你说我的理想的生活是啥样的。那时候有可能我的心跳也好，然后就想法都会变。对，人会长大，然后就思想就不一样。对。对 ，OK。哥，那你觉得哪一刻，就是你自己感觉到你的变化挺大的？我一直没变过。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
很原始，一个小孩在里面，我就是不想长大，但是所以就其实我也是，对，就是长大没意义，每个大人都很复杂，但是没办法呀，这现实就把你逼长大呀。没关系的，你工作的时候就把你长大的一面表现出来吧，但是有些时候反而你不想长大那颗心那个感觉，很多人会看到的。其实，对，因为人到头来，其实都是回到小孩的样子啊。虽然人变老了，人变大了，人变，就是我再过10年20年就50、60了，然后我希望我的心灵上越来越小。就小到像婴儿这样，不用想，不用什么都不用想，就是很好的感觉。我觉得哪有所谓的成长复杂，复杂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从小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长大，对我从小就在娱乐圈长大。所以，再复杂的人我都见过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变复杂，我觉得他们很恐怖，对，人很恐怖的，真的是很难做到啊。对，我刚刚说的。人变复杂。非常不是个好事情。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要面对这个复杂的这个事儿，你自己遇到那种复杂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你要扛得住。对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。如果扛不住的话呢，那你别混这个圈子，对吧？我这里是熏死了，不是我在哭啊。丁真是不怕熏的。这个帐篷也是现代和以前结合一起的。然后这个是超大的素月灯，然后就这上面全是挂的，你那上面图案都是藏族比较有意义的、吉祥的那种图案。很多人喜欢去香港，但反而我是喜欢去寻找一些比较古老原始的一些文化。那你这次来对了，我带你去探索。我觉得家分很多种嘛，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家。晒太阳的时候它干了之后它会散开，然后就通风，特别好用。然后这个都是木米自己制的酥油咖啡。哦，先把咖啡磨成粉，然后就泡好，然后就加点酥油，然后就打。以前我们家的那个黑帐篷就是这一面全是粮食，然后就那一面全是盖被子呀那些，然后就这上面就是牛鞍、马鞍，来。这里面有牛奶，然后还有酥油，然后加咖啡。来，
这个很好喝的，哦，这好舒服，早餐。所有咖啡好香啊，好喝。我们开一家吧。可以啊，来吧。我出酥油还有牛奶，你出咖啡豆，然后就机器。没有问题。